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azer。今天我们要讲的视频呢，内容是关于这个5月份我们中国马上就要开完两会了。两会之后，你认为我们中国的市场会怎么走，或者你认为全球市场会怎么走？在这样一个央行不断放水的时代里这样一个2020特殊的时代里，疫情又还没有完全好转的一个时代里，你认为5月份之后市场行情会怎么走？我认为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个下跌，或者出现行情的动荡。我认为短期内市场没有这么乐观可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会导致这个市场呢出现一个下跌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希望也不要打脸。我这里呢只是个个人观点分享一下。在说这一期内容之前呢，我希望回应一下上一期的内容，因为上一期我讲这个华为制裁事件说实话受到很多粉丝的观看观看量确实到不了第一名，我很开心。我觉得我做视频以来分享这么多干货内容，第一次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很多人呢给我点赞留言，也有很多人批评我，给我留言建议，我都接受。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的粉丝不多，但是我也要回应大家，这是我的一个态度。我的口语表达确实不怎么样，确实需要加强。然后我做视频就是为了学习，不断学习，然后不断锻炼我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然后我每次都会收集信息，打个草稿，这个本子就是我打草稿的一个本子，然后每一次我都会根据这个本子来讲我的内容。然后大家可能对我的身份有一些这个疑虑，我的身份就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是一名交易员或者说是操盘手。然后我自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金融行业中做操盘手，做交易员，没有变过。然后我开始就在私募基金做这个管理资产。我经历的所有投资，包括我自己的投资，不管是投资人的钱还是我的钱，都是真枪实弹，没有虚假都是一刀一枪的打过来的。所以说我可以说是在甭管是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包括说比特币、区块链这些市场，都是用我自己的钱或者投资人的钱真枪真刀实战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大家也能听一听。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验，而且呢我还年轻可能还需要学习。我这里希望大家一起学习。我一般分享的这个投资逻辑、研究逻辑呢，也是我个人的学习内容，然后不会说太多专业和财务的内容，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不方便理解。我这里就想要把专业的东西给大家用一个通俗等语言告诉大家，我觉得大家这样能听懂、能理解。好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我，多多转发我的视频或者点击订阅我。好，谢谢大家。还有呢，就是我说我的内容其实说实话，我的内容也是片面的，大家不要说就是你的内容片面的，你在黑某个的事，或者你某个立场，我没有，我只是说我自己的话，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人都是一样。大家呢可能每个人都有很多信息渠道，你没有必要非要说听一个人的信息渠道，你可以从包括抖音、微博、什么今日头条各种渠道去获得你的信息。但是我说抖音、微博、今日头条这些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他们这些互联网平台也并不是你获取信息的一个唯一渠道来源。我说实话，这3个东西我一个也不用，抖音和微博和今日头条我一个也不用，但是呢我还能做研究，我还能学习，我还能了解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包容心态，要理性思考，求同存异这是我的态度，也是我的风格，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认可我，谢谢。好，最后说一点，就是说大家说我上一期华为制裁，说我这个不认可华为，不支持华为说我这个不爱国，黑华为，我觉得有点可笑。为什么？给大家证明一下。这是华为电脑，这是华为电脑，对吧？这是华为的这个Mate Pro， 这是华为的这个19年新出的电脑吧？我的电脑都是华为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是华为标志。我买的都是华为电脑，我的手机录视频也是华为手机，这证明我认可华为的产品，对吧？很多人都用苹果手机、苹果电脑，为什么你不去买华为呢？所以说我个人是支持华为的。我认为大家不要通过一个人的言论来轻易给一个人下定论，我觉得大家用实际行动来看一个人更好不过我也接受大家的这些谩骂，或者是说就是踩我，或者是说给我的一些意见，我都接受，我都能接受。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开诚布公，让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你，这比较真实。好，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为什么看空这个5月份以后的这样一个市场。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5月份马上就要开这个中国的全国两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我们全国各地的领导人都会到北京去开两会。两会过后，
一般行情是怎么走呢？我们不做历史的判断，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开两会期间啊，这个股票市场不会轻易下跌，一般都会拉银行股或者是权重股票来护盘，然后股票市场呢可能会缩量，不会有太大动静。但是我认为两会之后，随着各种事情的酝酿，我认为两会之后市场会下跌，市场会走一个动荡。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首先我先说一下这几点啊。第一点是我认为有疫情的不确定性，第二点我认为是有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第三点是因为就业整个这个经济情况复苏的情况不够乐观，还有就是有一些异常的天气，有一些异常的这个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因为到了夏天了。最后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央行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是怎样实行和放水的，这个水到底往哪里流，对吧？未来会怎么样一个走势？这是我的个人一些看法，我大概从这几大点来说一下我个人为什么会看空未来几个月的一个市场行情。首先看第一点，疫情方面，在疫情这个事情上，说实话，我之前录过一期视频，但是没有审核通过，很多事情呢不太方便说。但是大家都看到东北疫情确实现在不太乐观，包括武汉可能有2次爆发的风险，这大家可以去自己看新闻看一看。我觉得疫情这种情况呢，看你身边的这个复工复产情况比较真实。然后再说政治环境我觉得大家做投资都是一个，为什么市场会恐慌会下跌，是因为市场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才会出现下跌，而疫情是其中之一。第二点就是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呢更不能说太多了。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压力比较大环境可能说实话有点可笑，就是说话也需要有些限制。但是呢，我不能太说多，我给大家指2个点。一点是我们外部的中美关系很大不确定性包括说最近的这个华为制裁事件中美贸易战可能会继续恶化，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看。还有内部的环境香港以及台湾的问题这些我也不再过多讨论，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和考量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目前整个社会情绪呢可能是两极化的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或者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背后的逻辑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说第3点就是经济的情况经济和就业是分不开的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中国最近公布的1季度或者是说后面要公布的这个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是作为一个参考，这些数据有反弹，但是它没有反转它是可能下来之后然后上去，但是没有新高，是一个反弹的过程，后面有没有再低这个不乐观，这个不确定性。还有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看这些数据，是看你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些经济的情况让你自己去考量。每一个人都是个体，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你就可以看到你身边的一些经济情况，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就业情况，你的收入是否稳定，你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的贷款是否还能继续还是否还没有更大的压力，你身边的人有多少人还在继续开店，继续经营他自己的企业，有多少企业破产了，有多少小门店的老板开始亏损了，有多少人做生意做不下去了，或者有多少这个以前的企业可能再也不能开门了。这种情况大家去看一看身边的情况就够了，你就能有一个大概的答案。我认为我们短期的这些经济是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情况的，很多商业模式也在变化，短期内我认为这个疫情的前的经济是很难恢复到的，可能今年都恢复不到。所以我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不抱一个乐观态度，可能相对比较悲观。而且呢，就业情况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家的消费情况，消费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拉动经济的一个大的口子，除了消费就是投资和出口。出口的话，大家都知道现在中美贸易战以及这个疫情很多国外的订单都没有了，所以出口可能基本上是0，然后就靠投资和消费投资我先不说，就说消费。消费这一点大家就业，如果你有就业，你有收入来源才会去消费，如果你没有就业，没有收入来源，你的东西都买不起，贷款都还不上了，你还怎么消费呢？所以消费本身和就业是相关联的，有了消费就有就业，有了就业就有消费，有了消费也有就业，这是个互相促进的关系。有了消费有了就业之后，就会有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个逻辑大家去思考一下除了经济这第3点以外，我们再说第4点，就是天气自然气候的不确定性。这点怎么不确定呢？就是我认为夏天来了可能全国各地有很多异常的天气气候自然现象，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的生产劳作会有影响。比如说最近的东北大雪5月份还在下雪，以及重庆山东各地的一些冰雹，这种异常气候对于我们的农作物生产有很大影响。
包括说夏天来了，有没有可能爆发洪水、城市内涝这种自然灾害，对我们整个一个经济增加了一个不确定性。最后再说一点，就是央行放水。央行放水这几个月过去了，已经放了几个月水，但是这个水呢，并没有往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去流。我们中国有2大蓄水池，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市。房地产其实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股市呢就是金融资产。发现这个水呢哪儿也没去，可能企业拿到这些零息贷款或者是低额度低利率的贷款之后，他可能去买了理财，买了信托产品，但是他短期内不敢去投入到实业当中来，因为他对于目前的经济环境还有些恐慌，不敢马上恢复生产。所以说这是一个经济的缓慢的复苏效应。所以这些钱放了水，短期内确实很难流入到任何一个市场，包括说实体和这个金融经济都没有流入，所以这个钱呢在那放着还没有动。所以目前为止，我认为短期的股市很多优质资产受到追捧，因为这个市场属于一个低利率的一个情况。低利率情况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余额宝、你的微信零钱通这些收益率下降了，代表市场的这个水很多，钱很多，但是没有地方去。所以说很多短期内的股市这些资产被短期推高，尤其是在5月份看到很多优质的资产被捧高估值，但是这个估值的溢价现象，我觉得短期内难以再持续了，可能会出现动荡。包括说这次华为事件作为一个导火索，我认为科技股的下跌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不只是一两天的事情，可能是1个月甚至两个月的事情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水到最后呢，可能这几个月它这些放的水比较迷茫，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最终这个水你认为会流到哪里？会流到实体经济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最后只会推动我之前说的话，就是资产泡沫化，这个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知道什么叫资产泡沫化，就是你的钱最后只能留下2个地方，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是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投资就包括什么呢？基建和房地产我们国家政府发这个地方债很多地方都是去投很多钱去做这个基建投资，其实我认为是拉动我们整个经济复苏和增长一个大头这是一个水能去的地方这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基建能够复苏，但我强调这是旧基建，而并不是新基建，因为新基建的体量太小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数据就明白了。除了基建之外，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也属于固定资产投资。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主要依靠是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加上银行加上这个政府，其实这3方利益是很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明白人都应该很懂。政府把土地出让出去给开发商，开发商开发土地卖房子再加上把这个房子从银行来做贷款，做一个这个资金流转，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资金链条，所以房地产是不可能倒的。但是房地产能继续泡沫化吗？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们国家政策现在也管着，这个水呢可能不能轻易的流到房地产这当中来。包括说我们的两会可能要出台这个房地产税这个政策后面再看。所以我认为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把钱大量注入到这里来就是基建有可能，但是房地产不太可能。再往下可能当大家经历过一段迷茫时期之后，这个钱最终还是会流向金融资产，就是股市当中来。所以我们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可能几个月之后呢，我们还是会走向这个资产泡沫化之路。目前可能是情绪的迷茫，或者是短暂的恐慌。好，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消化分析一下，能够继续点击订阅我、观看我，给我留言点赞。想要了解关于更多投资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继续关注我。谢谢大家，拜拜。